邻居鹏哥天天发癫，还在群里辱骂我把房直接出租，刚出狱的500，有精神病的只要20，爱吵架的老太太免费住。很快社会大哥阴郁表弟超凶老太齐聚我家，这下轮到鹏哥跟我求饶了。隔壁邻居刚搬进来不久后，过道里就塞满了东西，自行车、花盆、废纸箱、破柜子，甚至那臭烘烘的鞋架就紧贴着我家大门，每次我打开门都能被那臭气熏到窒息。一开始我选择了在群里沟通302，你放在楼道里的鞋柜和垃圾味道很大，麻烦你清理一下。随后我拍了张照片发到群里立刻有了反应。这确实有点过分了，都堵到人家门口了。消防通道确实不能堵，上次消防检查才说过的。我以为舆论压力会让鹏哥收敛，万没想到1分钟后一段刺耳的语音传了出来。装逼烦，你算哪根葱？我放自家门口碍着你什么事儿了？群里瞬间安静了，因为没人想惹这种疯狗。我气得手都在抖。你嘴巴放干净点，如果你不清理，我就联系物业了。就算你把天王老子叫来也没用，我就不清理，你能把我怎么着？小子，我警告你，出门小心点，别哪天再磕着碰着。老婆听后脸色煞白，老公，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太无赖了吧！别怕，这种人就是欺软怕硬，我现在就给物业打电话。半小时后，物业小张来了，他怯怯地敲响了302的门，只见鹏哥手里提着一把菜刀。干嘛？小张吓得后退一步，随后陪着笑脸。那个鹏哥，有业主投诉杂物堆积，这确实违反规定。滚蛋！鹏哥把菜刀往门框上一拍，我花钱买的房，物业费也交了，你们凭什么管我？小张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，转头对我说：“庄先生，这你也看到了，这人我们也惹不起，我们也只能劝导，没执法权啊。”说完，小张一溜烟就消失了。鹏哥露出得意洋洋的表情，老婆凑到我耳边低声说：“要不打119吧？”我点了点头，随即拨打了火警电话。5分钟后，2名全副武装的消防员敲响了302的门，可鹏哥态度依然嚣张。这是我家门口，又没着火，你们瞎管什么闲事啊？根据消防法，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。现在责令你立刻清理，否则我们将进行强制执行并罚款。鹏哥的气焰瞬间被消防员浇灭，他骂骂咧咧的开始搬东西，一边搬一边嘴里嘟囔着：“行，孙子你真行，还敢叫消防队？我让你叫！”说着，他突然把垃圾袋往我脚边一甩，里面的汤汤水水溅了我一身。哎呀，手滑了！我的火气瞬间冲上脑门。你故意的？怎么着？还想动手？鹏哥突然把胸脯一挺，抬手就要推我。干什么？后退！你要袭警吗？一旁的消防员一把扣住鹏哥的手腕，将他挡了回去。眼见落了下风，随后他指着我恶狠狠地说：“行，装逼烦，今天算你狠，咱俩没完。”门被重重甩上。消防员临走前嘱咐我：“这种人就是滚刀肉，以后尽量避免正面冲突，有事再打电话吧。”果然，这臭无赖开始了报复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的外卖只要放在门口超过2分钟，绝对会消失。更恶心的是，一到凌晨1、2点，隔壁就会传来巨大的敲门声。小婉黑着眼眶看着我：“老公，要不报警吧？”报警也没用，警察来了顶多警告，警察一走他还会继续敲，甚至因为我们报了警，他会变本加厉。那怎么办？要不搬家吧？搬家？凭什么？这是我辛苦打拼买的婚房，凭什么因为一个无赖我就要让步？坚决不能搬！我思考片刻，随即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。既然他是无赖，那我们就不能用君子的方法对付他。他不是喜欢恶心人吗？那我就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恶人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把小婉送回了娘家，并且把家里的贵重物品都锁进了保险柜，然后发布了一条特殊的招租信息：零元招租精装4卧，水电全免，只要你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即可拎包入住。条件1，有一定格斗基础，脾气火爆，有躁郁倾向者优先。条件2，性格阴郁，行为怪异，有相关精神病史证明者优先。条件3，中老年女性擅长吵架，嗓门大者优先。不到半天，我就筛选出了3个绝佳的人选。第一位叫雷子，身高1.9米，是个健身教练，他有轻微的躁郁症，不发病时就是个憨子，一旦被激怒，眼神能射出刀子。第二位是我的表弟阿英，这小子其实是个学霸，满脑子知识，但因为读书读傻了，就喜欢穿个黑雨衣，戴上帽子，半夜坐在门口磨刀做他的手工模型。第三位是王大妈，人送外号西城吵架王，老太太退休没事干，最喜欢教不讲理的小年轻做人。3人到齐后，我指着302的门，开始给大家开会。各位，隔壁是个欺软怕硬的无赖，违法犯罪的事儿咱不能干，只要让他不痛快就行。房东你放心，只要不触犯法律，这种人我能玩死他。阿英没说话，只是默默从包里掏出一把美工刀，开始削铅笔，眼神直勾勾地盯着302的方向。王大妈瓜子儿也不嗑了，应声道：“哎呀，大侄子，你王姨我骂遍西城无敌手，这他个小瘪犊子还不跟玩似的。”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，下午6点，鹏哥应该快下班了，好戏开始了。6点半，走廊里传来了熟悉的吐痰声，并刚准备习惯性地把垃圾踢到我家门口。就在这时，雷子露着一身腱子肉将我家的大门猛地打开，鹏哥被吓得一脚踢空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你谁啊？雷子慢慢低下头俯视着鹏哥。我家门口那些垃圾是你扔的吗？鹏哥吞了口唾沫，他是流氓但不是傻子，眼前这块头2个他都打不过，他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。这是你家？那装逼烦呢？少废话，捡起来！我有躁郁症，医生说我不能受刺激，一受刺激就想打人。我看这垃圾就像人头，特别想踩爆它。说着，雷子一脚踩在那袋垃圾上，扑哧一声，垃圾袋爆开，黑水四溅。兄弟别冲动，有话好好说。鹏哥立马怂了，蹲下身子，手忙脚乱地把垃圾往自己家门口扒了。误会，都是误会。雷子冷笑一声，看着鹏哥灰溜溜地钻进屋后，才关上了门。
但他老婆陆云熙不是个省油的灯。没过2分钟，陆云熙冲出来就骂：“谁呀？敢欺负我鹏鹏？装逼烦你个缩头乌龟，竟然找人！”话还没说完，王大妈就端着一盆洗脚水，哗的一声泼向屋外。哪里来的疯狗在这乱叫唤？我刚搬来想清静清静，怎么就听到楼道有狗吠？陆云熙愣了一下，随即尖叫：“你骂谁呢？骂的就是你，长得跟个没发好的发面馒头似的，一脸褶子，满嘴的喷粪，也不怕熏着你自己。你看你那眉毛画的跟2条毛毛虫上吊似的，真晦气！”陆云熙气得直哆嗦：“你什么你？话都说不利索，还出来吵架？回家练2年再来吧。”王大妈翻了个白眼，砰的一声关上门。我看着这一切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这只是开胃菜，而且鹏哥2口子不会这么轻易服软的。果然半夜12点，敲墙的声音又响起来了，这次比以往更响，震的墙皮都在抖。你们人多又怎么样？我在我自己家制造噪音，你们还能冲进来打我？我看向坐在客厅里的阿英，只见她默默地放下刀，又从包里掏出了一个大功率的共振音响，紧紧贴着墙壁。下一秒，大悲咒的诵经声穿透了墙壁。随后，她穿好雨衣，戴起帽子，拿着刀坐在楼道正中间，在磨刀石上磨了起来。隔壁的敲墙声果然停了。接下来的几天302的日子那是相当精彩。鹏哥喜欢在楼道抽烟，于是雷子拿起灭火器就对着他一顿狂喷。鹏哥生气地质问道：“你要杀人吗？”雷子不紧不慢地回应道：“我这可是在救人，楼道里这么多杂物，遇到明火可就麻烦了。”他老婆陆云熙喜欢把滴水的拖把放在外面，水都流到我家门口了。王大妈一把锁直接锁上了拖把架，并把钥匙随手扔了。陆云熙气得在门口跳脚骂街，王大妈就静静地看着他。词汇量太匮乏，骂人都没情调，难怪你老公不爱回家。至于那个喜欢半夜敲墙的毛病，也彻底被阿英治好了。原本我以为这3位大神能把鹏哥一家彻底制服，但我低估了人性之恶，他们开始跟我玩阴吧。这天，陆云熙在小区里拉着一群老太太嚼舌根。哎呦喂，你们可不知道啊，那个装逼凡看着人模狗样的，其实是个变态。他专门找了几个刚放出来的劳改犯住家里，就是为了恐吓我们。听说那个大个子以前打死过人，那个老太婆就是个疯子，那个小年轻是个有病的。我正想上去理论，突然一个洪亮的声音如同惊雷炸响：“放你的罗圈屁！”只见王大妈把菜篮子往地上一扔，指着陆云熙的鼻子就开始输出：“这贼喊捉贼的本事真是绝了！究竟是谁家在楼道堆垃圾，把消防通道堵死？谁家大半夜敲墙扰民？是谁家老公随地吐痰还要打人？我们要是不来，毕凡早就被你们欺负死了！你血口喷人，你就是装逼凡找过来的帮凶啊！我血口喷人，大妹子们都来看看！”说着，王大妈掏出了手机：“这是她家堆的垃圾，这是她老公骂人的视频，我都录着呢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咱们讲证据。”视频里鹏哥那嚣张跋扈的嘴脸一览无余，围观的大妈们凑过去一看，舆论瞬间反转。嘿呦，这家人怎么这样啊？就是自己不占理还倒打一耙。陆云熙见势不妙，灰溜溜的想跑，王大妈在后面喊：“好啥啊？你倒是接着编啊！下次再让我听见你嚼舌根，我把你那些破事全抖露出来。”眼见自己老婆受了欺负，鹏哥终于急了。这天晚上，我刚把车停好，就被鹏哥堵住了。他身后还跟着2个流里流气的黄毛，手里还拿着家伙事儿。他随手将烟头按在我车上，在车漆上烫出一个黑点。装逼凡，你能耐了，找几个神经病来搞我是吧？鹏哥一脚踹在我的车轮上，我警告你，立马把那3个神经病弄走，乖乖给我赔礼道歉，再给我拿2万块钱精神损失费，这事就算了，要不然，嘿嘿嘿嘿嘿嘿。他眼底闪过一丝猥琐的光芒。我听说你老婆回娘家了，你也不想她上下班路上出点什么意外吧？听到他拿小碗威胁我，我攥紧拳头，咬着牙。你敢吓唬我？我那是吓唬你吗？我那是通知你，明天我要是还看见那3个人，你就等着给你老婆收尸吧。说完，他带着那2个混混扬长而去，留下一串狂笑。我听着他狂妄的笑声，死死地握着口袋里的录音笔。光靠这个录音，警察顶多算他个治安案件，拘留几天就放出来了。这种人一旦放出来，报复会更疯狂，必须一击毙命。于是我拿出手机拨通了雷子的电话。雷子，我要麻烦你个事儿。第2天，我特意让小婉下午去附近的湿地公园散步，然而我就躲在远处的树丛后，看着手机里阿英操控无人机拍摄的画面。果然不到10分钟，鹏哥突然冲了出来，一把抓住了小婉的手腕。啊！你干什么？救命啊！叫唤什么？我就是跟你借点钱花花，再叫我就弄死你！鹏哥扬起巴掌就要打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个正在跑步的壮汉路过，看到这一幕，二话不说冲上来就推开了他。干什么呢？欺负女人！鹏哥被推的一个踉跄，还没反应过来，那壮汉已经一套擒拿手把他按在地上了。哎呦，打人了，杀人了！我愣了一下，这剧情怎么没按剧本走？雷子还在草丛里蹲着呢。不过真实的路人见义勇为效果更好。我随即冲了出去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老婆，老婆，你没事吧？”这时警察来了，因为是在公共场所公然骚扰妇女并企图勒索，加上有热心市民作证，鹏哥直接被带上了警车。看着鹏哥被戴上手铐塞进警车，他在车窗里死死盯着我。装逼凡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出来弄死你全家！我抱着还在发抖的小婉，冷冷地看着他。等着，好啊，我等你。鹏哥进局子了，但因为没有造成实质性伤害，加上他一口咬定是认错人了和酒后失态，只被行政拘留了5天。鹏哥回来的当晚，小区的大业主群炸锅了。鹏哥一改往日的泼皮形象，在群里写了一篇小作文，
名为致全体业主的一封血泪信，警惕潜伏在我们身边的反社会分子。他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无辜的受害者，说因为一点邻里纠纷就被对门的一家黑恶势力打击报复。那个雷子有严重的暴力倾向，听说手里还有人命，现在躲在我们小区避风头。那个小孩天天拿刀在楼道里磨，随时都有可能杀人。还有那个老太太，就是个人贩子团伙的眼线，专门盯着小区里的孩子。而这一切的幕后主使就是301的庄必凡，他引狼入室，是要把我们全小区的安危置于不顾。他还配上了雷子光膀子露出纹身背影的照片，阿英穿着黑色雨衣，戴着帽子磨刀的视频，王大妈和陌生人吵架的录音。这篇小作文写的声情并茂，极具煽动性，群里瞬间恐慌了。天哪，这也太可怕了！怪不得我看那几个人不对劲。那个小孩我见过，真的吓人，我家孩子上次都被吓哭了。这种人怎么能住在我们小区？物业干什么吃的？报警，必须把他们赶走。我已经报警了，但警察说没证据不能抓人，大家要团结起来啊！为了我们和家人的安全，必须把他们赶出去。看着群里那一排排赶走他们的回复，我不得不佩服鹏哥，这一招借刀杀人玩的确实溜。他利用了人们对未知的恐惧，瞬间就把我推到了全小区的对立面，甚至连平时跟我关系不错的邻居都在私信问我：小庄啊，那几个人到底怎么回事？要不你还是让他们搬走吧，大家都很慌。我看着手机深吸了一口气，慌，那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反转。第二天，在鹏哥的煽动下，10几个激进的业主组成了驱逐小组，气势汹汹地来到了我们这一层楼。鹏哥躲在人群后面，脸上挂着得意的笑。开门，庄必凡，让那几个危险分子滚出小区。门被拍得震天响，我打开门，一脸平静地看着众人。雷子、阿英和王大妈安静地坐在客厅里，并没有像大家想象中那样拿着刀或者凶神恶煞。大家既然来了，就进来坐坐吧。业主们面面相觑，有点不敢进。就在这时，阿英的声音阴森地响起：这的微积分题解错了，这里应该用还原法，你直接记是记不出来的。阿英推了推眼镜，拍着一旁正在抓耳挠腮的初中生的肩膀：哥哥，你也太牛了！困扰我3天的题，你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人群里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呼，一个退休老教师陈大爷指着阿英大喊：就是他，那个变态，小学时候就能做出大学的题。众人傻眼了，这画风不对啊，说好的磨刀变态杀人狂呢，怎么变成了学霸补习班？另一边，一个抱着孩子的大妈惊讶地指着雷子：小雷，怎么是你？原来雷子是大妈之前在康复中心的私教，训练认真又有耐心。大姐，您这腰间盘突出又严重了吧？看您站姿都不对，这儿疼吗？说着，雷子走过去，轻轻按了一下大妈的后腰。嘿呦，对对对，就是这儿。回头我再带您做2组拉伸，免费的，保证缓解。最后，众人看向王大妈，王大妈正在织毛衣，脚边放着一大袋刚从农村老家带来的新鲜蔬菜。看啥看？没见过美女啊？拿着，看你瘦的跟猴似的，回家炒个肉末豆角补补，别天天光长心眼不长肉。王大妈白了众人一眼，随后抓起一把豆角塞给最前面的陆云熙。陆云熙拿着豆角，一脸懵逼，众人都被这前后的反差弄得云里雾里。这时我走了出来，拿出了几份文件。各位邻居，正式和大家介绍一下，雷子全市健美冠军，持有国家1级健身教练证，这是证书。阿英，某985大学数学系研究生，因为搞科研太投入，有点社恐，这是学位证。王大妈，西城区热心市民奖章获得者，这是奖状。至于某人说的杀人犯、神经病、人贩子，我想请问证据呢？造谣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我把证件一一展示，然后指着躲在后面的鹏哥。鹏哥脸色惨白，想要往后缩。好你个鹏子，你把我们当枪使啊！人家这是高材生、专业教练、热心大妈，怎么到你嘴里就成反社会了？就是，害得我吓得一晚上没睡好。这人可太缺德了。舆论的风向就像龙卷风一样，瞬间倒戈。各位邻居们，给大家造成了不好的印象，真是对不住了。以后想健身的找我，想补课的找阿英，想聊天的找王大妈，咱们都是好邻居，不像某些人。他意有所指地看了一眼鹏哥，鹏哥此时已经成了众矢之的，千夫所指。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在众人的指责声中，狼狈地钻回了自己家。在那场业主见面会之后，鹏哥一家彻底成了小区的过街老鼠，陆云熙也不敢出门了。雷子他们圆满完成了任务，我本打算给他们结账让他们离开，但雷子却说：凡哥，我不放心，隔壁那孙子眼神不对，那是想玩命的眼神，我们再守几天。雷子的直觉是对的。3天后的深夜，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，电话那头声音嘈杂，背景里有打麻将的声音。喂，是庄必凡吧？我是鹏子的朋友，有事。随后我开了录音，也没啥大事，就是鹏子受了委屈，心里不痛快。他那人老实，我这当兄弟的看不下去。明人不说暗话，你把你家那3个怪胎弄走，再准备10万块钱茶水费，这事就算翻篇。不然的话，呵呵，你那是3楼吧？听说玻璃挺脆的，要是哪天半夜飞进去几个燃烧瓶，或者你出门少条胳膊少条腿，那就不好了。这简直是赤裸裸的恐吓。若是以前，我可能会怕，但现在我只觉得可笑。呵呵，10万，你去问问你的鹏子，他配吗？另外，告诉他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这一套吓唬3岁小孩还行，我是1分钱都不会给的。说完，我直接挂断，反手把录音备份到了云端。为了引蛇出洞，我决定给鹏哥一个机会。这天我特意放出遣散了雷子、阿英和王大妈的消息，然后在深夜11点回到了小区地库。地库昏暗，
只有几盏声控灯忽明忽暗。我走到地库里的监控死角，果然，刚走到柱子后面，两个人影就窜了出来，一个是之前的黑皮，另一个正是鹏哥。他双眼通红，手里紧紧攥着一把尖刀。庄必凡，你还真敢一个人回来！鹏哥的声音因为激动而颤抖，像是一头受伤的野兽。我停下脚步，把公文包护在胸前，装作惊慌失措的样子。鹏哥，你想干什么？这可是小区。小区怎么了？监控早坏了。姓庄的，你不是能耐吗？你不是找人搞我吗？现在你的人呢？有话好说，别动刀。我后退了2步，别动刀。我后退了2步，背靠在了墙上。好说个屁！我现在工作也没了，人也丢光了，都是你害的。黑皮给你打电话，你挺硬气啊！10万不给是吧？现在涨价了，50万。反正我现在也活不了了，拉个垫背的也不亏。50万，我没那么多现金。我试图拖延时间。转账，现在就转！少废话，快点！鹏哥，为了50万搭上自己下半辈子，值得吗？我看着他，眼神突然变得怜悯。少废话，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给不给？鹏哥彻底疯了，举起刀就朝我扎来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刺耳的警笛声瞬间在地库入口炸响，红蓝色的警灯光芒瞬间照亮了整个昏暗的角落。不许动，警察，放下武器！我早在进入地库前就已经报了警，并且一直保持着通话状态。而雷子他们就在地库另一头的车里盯着，一见动手立刻接应了警方。鹏哥愣住了，举着刀的手僵在半空。放下刀，否则开枪了！鹏哥瘫软在地，看着我。你阴我？这不是阴你，这叫正当防卫。鹏哥，这次你进去可能就出不来了。审讯非常顺利，我的手机全程录音，加上我车上的行车记录仪拍得清清楚楚。持刀抢劫、敲诈勒索、寻衅滋事，数罪并罚。开庭那天我也去了。鹏哥站在被告席上，剃了光头，整个人瘦了一圈，那股嚣张劲儿全没了，只剩下颓废和恐惧。面对铁证，他供认不讳。当法官宣判有期徒刑12年时，旁听席上的陆云熙两眼一翻，晕了过去。鹏哥被押送下去时，路过我身边，他停了一下，嘴唇动了动，似乎想说什么狠话，但最终只化作一声长叹，低下了头。我想，他大概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恶人自有恶人磨，但更可怕的是披着文明外衣，懂得用法律作为武器的恶人。3个月后，我接到了警方的电话，让我去签个字。死了。肝硬化晚期加上酒精阶段反应引发的并发症，抢救无效。法医说他的肝早就烂透了，长期酗酒，加上在里面情绪激动，身体垮得很快。临死前，他一直念叨着对不起你，想跟你道歉。我挂了电话，感叹了一句：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啊。